1582年6月2日，京都本能寺燃起了大火，织田信长被家臣所杀，而凶手就是被后世称为日本史上最大的叛徒、逆臣界天花板兼战国第一烧烤匠的明智光秀。他凭一己之力改写了日本历史走向，将自己推上了历史的争议巅峰。光秀这个人复杂的像是一个缝合怪，25载，忠臣、文艺青年、野心家，这么多矛盾的人设居然能焊在一个人身上，战国时代独此一份。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位充满谜团的武将，看他到底是怎么把自己活成了一段传奇。光秀的特点十分鲜明，知名度很高，但可考证的前半生功绩几乎是空白，能明确追溯的事迹仅集中在他人生最后的10几年。史学界普遍认为其出生于1528年，推测为清河源氏分支土岐氏的旁系后裔，后来才独立为明治氏。土岐氏是日本平安时代至战国时代的名门望族，曾担任美浓国、尾张国等多地的守护。明治军纪曾提及他早年效力于从卖油郎逆袭成为一国之主的下克上之父，素有蝮蛇绰号的斋藤道三。道三家祖传父慈子孝，他与嫡子斋藤义隆因权力继承问题反目成仇，在长良川之战中战败身亡。当时明治作为斋藤道三的家臣，因坚定地站在道三一方，举成明治臣，便遭到了斋藤义隆的攻打。随后明治光秀变成浪人逃亡越前。有一种说法是他的越前国的朝仓义景麾下担任家臣长达11年，但这一说法目前还存在争议。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还流传着一个感人至深的典故。光秀的妻子西子为了筹措丈夫游历诸国的盘缠，不惜剪掉自己视为珍宝的长发变卖。这个故事体现了夫妻二人的深厚感情，也从侧面反映了光秀当时的窘迫境遇。明治光秀真正从历史迷雾中走出，是在遇到了职场贵人细川藤孝之后。细川藤孝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文化人物将，和光秀有着共同的爱好，例如茶道、连歌、和歌。据说两人相识于光秀滞留越前期间，私交甚笃。藤孝的儿子细川忠兴还迎娶了光秀的3女儿玉子，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细川家拉夏。当时永禄之变刚发生，建好将军足利义辉因榻榻米身死，足利义辉的弟弟足利义昭隐居在奈良的兴福寺，处境危险。亏了西川藤孝的牧臣反应迅速，连夜助他从兴福寺逃脱。此后义昭还俗，高举复兴幕府的大旗，先后向越前的朝仓氏、甲斐的武田氏、晋江的前景氏等大名寻求支援，希望能助他上洛。但彼时的幕府早已过气，均遭到了拒绝。此时明治光秀借西川藤孝向义昭进言，如今乱世之中，唯有织田信长具备足够的实力助您达成夙愿，他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人。为了说服信长，光秀亲自担任使者前往其父交涉。1568年，足利义昭一行受到织田信长的正式邀请，进入其父。从这时起，明治光秀的人生轨迹才开始有了清晰的史料记载。之后信长亲自率军护送义昭上洛，光秀和藤孝也一同随行。即便信长后来返回其父，两人仍奉命留在京都，负责辅佐义昭处理政务，稳定局势。足利义昭如愿登上第15代将军的宝座，但他很快便感受到了沮丧。将军不过是信长天下不武的棋子，是用来号令天下大名的工具，而义昭则始终固执地认为自己应作为幕府将军支配全国。两人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1569年，本国寺之变突然爆发，足利义昭在京都的住所遭到3好3人众的突袭。当时义昭所处的寺庙防御薄弱，形势万分危急。光秀和细川藤孝等人率领少数随从奋力抵抗，直到织田家的援军赶到，才得以解围。这是明治光秀首次在织田信长的官方记录《信长公记》中登场。尽管此时他尚未立下显著功勋，但这份临危不惧的表现已让信长对他刮目相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光秀的立场颇为复杂。他名义上仍是足利义昭的家臣，
同时又要为织田信长效力。这种双重从属的身份，在战国时代也极为罕见。1570年，信长颁布佃农御诊，以法律形式限制足利义昭的权利，这让义昭彻底失去了对信长的信任。忍无可忍的义昭开始暗中联络朝仓义景等反信长势力，试图组建信长包围网，推翻织田家的统治。而信长实际早已察觉义昭的举动，他命令朝仓义景上洛臣服，却遭到了义景的无视。信长最终决定出兵越前，讨伐朝仓家，明智光秀也随军出征。但谁也没有想到，信长的义弟，也就是前景家的当主前景长政突然背叛，以维护道义为由，率军从背后突袭织田军，迫使织田军不得不紧急撤退。而明智光秀主动请缨，与丰臣秀吉一同担任殿后任务，成功掩护仅带着少数随从的信长逃往京都。殿后是古代战争中最危险的任务，需要留下来阻挡追兵，为大部队撤退争取时间，往往九死一生。而这场撤退战便是著名的金崎之战。尽管光秀平时给人的印象更偏向于文官，但这一事迹足以证明他在军事方面同样具备出色的能力。他在战役中的杰出表现，让信长对他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织田信长外号第六天魔王，这一称号来源于他对传统宗教势力的漠视和打压。而最能体现他冷酷残暴一面的事件，莫过于1571年的比瑞山烧讨。比瑞山延历寺是日本天台宗的总本山，始建于公元788年，是当时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圣地之一。但在战国时代，延历寺不仅拥有庞大的土地和财富，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僧兵，并且多次介入世俗纷争，甚至和信长的敌人结盟。信长曾多次要求延历寺保持中立，均遭到拒绝。最终，这位不惧神佛的枭雄下令将比瑞山团团围住，放火焚烧了寺庙，寺内的僧侣、信徒乃至妇孺都未能幸免，据说死亡人数超过数千人。提到此事，很多人可能会从影视剧里看到这样的场景：明智光秀苦苦劝谏织田信长，试图阻止这场屠杀僧侣和妇孺的惨剧，以此塑造光秀仁厚的形象。但是光秀的亲笔书信却推翻了这一演绎。信中明确记载，光秀曾经下令，对于反抗织田军的人，无论身份，格杀勿论。可以看出，光秀并非感情用事的理想主义者，他反而意外的是一个务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太懂战国乱世的生存法则了，明白依附信长必须绝对服从其战略决策，即便手段残酷，也会坚决执行。在他看来，比瑞山延历寺的僧兵长期干涉政治，结盟敌对阵营，早已不是纯粹的宗教圣地，而是必须清除的叛乱势力。这场大火成为光秀彻底向信长表忠心的投名状。凭借这帮忠诚表现，光秀得到了信长的高度赞赏，还被信长授予了近江志贺郡的领地，并获准修建坂本城，让他实现了战国武士梦寐以求的一国一城之主的夙愿。坂本城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紧邻琵琶湖，借助水上交通可快速连接织田家的根据地岐阜城和京都，成为贯穿美浓、近江、京都的交通枢纽。这座城池不仅是光秀的居城，更是织田家控制近畿地区的战略要地。从信长允许光秀修建此城不难看出，他对光秀的信任也非同一般。1573年，室町幕府灭亡，足利义昭倒台，织田信长得以集中精力清理近畿地区的反对势力，为日后统一日本扫清障碍。在信长麾下持续卷出成绩之后，明智光秀的忠诚和勤勉得到了充分认可。1575年，他从信长那里获得了为任的赐姓，以及日向守的官职。这在等级森严的战国时代，属于直接晋升为核心管理层。信长之所以赐予光秀为任姓，并非随意为之。当时信长赐予家臣的姓氏多为九州名门望族的姓氏，
这背后暗藏着他西进九州的战略意图。尽管东部的上杉家、武田家等强敌依然存在，但信长已将目光投向了西方，而光秀作为被寄予厚望的武将，将在未来的西进战力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任日相守之后，光秀参与了织田家一系列重要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1575年高屋城之战，这是织田家与本愿寺势力的重要战役之一。光秀率军协助主力部队攻破高屋城，压缩了本愿寺在京畿的势力范围。长筱之战，织田家和武田家的决战，光秀随信长在射乐园布阵，见证了织田军以火枪，也就是铁炮战术大败武田胜赖的骑兵部队。这场战役成为战国时代军事变革的标志性事件。越前义相一揆，面对本愿寺的宗教起义军，光秀率军镇压，成功平定越前地区的叛乱，巩固了织田家在北路的统治。1577年，信长下令让畿内势力联合讨伐杂贺更来众，光秀再次披挂上阵。在平定了信贵山城的叛乱之后，光秀又奉命开展丹波攻略。丹波国地形复杂，且有赤井直镇、波多野秀治等实力派豪强割据，讨伐难度极大。光秀一边应对丹波的强敌，一边还要辗转各地支援其他战场，几乎没有喘息之机。1578年，织田家重臣荒木村重突然发动叛乱，光秀又紧急率军前往镇压有冈城。不久之后，为了支援出征中国地区的羽柴秀吉，光秀和佐久间信胜、筒井顺庆一同前往波摩。刚稳定局势，便又被命令返回丹波，继续未完成的攻略战。从这些密集的军事行动中，不难看出信长对光秀的倚重。在织田家的核心武将中，光秀不仅军事才能出众，还兼具文化素养和外交手腕，是难得的全能型人才，或者说工具人。1579年，丹波攻略终于进入收尾阶段。2月，光秀率军攻占八上城；8月，攻克黑井城，彻底平定丹波国。紧接着，他又和细川藤孝联手，顺势展开对丹后国的攻略，将织田家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向西扩张。信长对光秀的表现相当满意。当时，佐久间信胜因在石山本愿寺攻略中进展不顺，遭到信长的严厉斥责。信长在斥责信中特意提到，光秀平定了丹波，为天下增光，如当以此为榜样。不久之后，佐久间信胜被信长放逐。这一对比足以说明，在信长心中，光秀已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家臣。要知道，信长的用人原则向来是能者上，庸者下，哪怕是跟着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办事不力照样被踢走。即便只是后来加入的外样家臣，若立下功绩，也会得到重用。光秀能从一个前半生模糊不清的武将，成长为织田家的首席重臣之一，足以证明他的能力与信长对他的信任。